却永远不了解爱的奇妙。你羡慕他的情调，像傻羡慕儿时的牢靠，是却享受不了风自由的怀抱。牛奶替代不了面包，就像哭替代不了笑，其实是虚荣戒不掉，才会忽略每个人不同的好。完美是一个目标，有谁能够全部做到？可知道谁都有自己不一样的心事烦恼。这世界谁来决定谁比谁好，谁更荣耀？说到底自信最重要，只有自己才能让自己微笑。你知道制作组今天取消拍摄要亏多少钱吗？现在电视台要我们赔偿损失，这笔账我会算在你头上。你过去的那号表件到哪里去了？就在我们相遇的那一天，爱让人忘记了白天，忘记了黑夜。你是阿姐的接班人，我过去辛辛苦苦帮你建立起来的成绩，毁在你自己的手上吗？连剧本都看不懂，还能演戏？我有今天的成就，靠的是我的努力跟天分，你凭什么？我不干了，我要解约。解约？你说的倒轻松，你知道解约的代价和后果有多严重吗？我已经决定了。那你准备赔钱吗？赔多少？你现在所拍的电视剧的成本至少160多万，中途退出，你说这笔钱会算在谁的头上？还有，你所签的广告代言以及我们之间的合约，需不需要我提醒你没有履行合约的后果？如果赔不起呢？首先，我会告你，电视台会告你，商家也会起诉你，你将会身败名裂，你永远都不要想在演艺圈混了。可是我戏又演不好，常给工作人员添麻烦，我待下来又有什么意思？也许你最近压力太大，不如休息几天，我会跟制作组商量，放你几天假。这也解决不了问题啊。你冷静地想一想，你好不容易才争取到今天的成绩，接下来还有大好的前途，难道真的要亲手毁掉它？没事的，休息几天，找回衣服。我该怎么办？要是坚持离开，我就会害了新慧，他过去的新事业就毁了，家人也会被我拖累。江心宇，你不能那么自私，我该怎么解决问题？现在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我真的很烦。我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江医师啊，
我妈她白天还好一点，每次都是晚上才发作，为什么会这样呢？你最近有没有吃过什么药？他给我吃退烧药，可是烧啊，就是退了2、3天又回来。你妈的脉搏很虚浮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你的舌尖边很红啊，舌苔呈黄色，又厚又腻，你的身体一定很热了。江医师啊，那我妈她到底得了什么病啊？中医的术语呢，叫做湿温病，什么是湿温病？就是一般人所说的牡丹，华语叫做猪毛丹。难怪我的烧一直不退。放心，我会开一些燥湿化浊、清热利湿的药方给你吃，早晚各1次，4天后再回来复诊了。林先生，你可以进去了。不错。阿翔，麻烦你了。好。妈，我到对面买点东西，待会就倒回来。那妈叫我帮你买饭。新瑜啊，那个陈先生又在问我了，你对人家到底有没有意思？怎么，陈先生还没有活活的被我气死啊？他敢打我的主意？是，他是吝啬了一点，可是节俭也是一种美德啊。最重要的是，他们一家人都很喜欢你。找个媳妇又是女佣，还能当住一间看护，谁不喜欢呢？话不是这么说的。姨婆，我看干脆找她当殡仪馆女婿，将来他父母百年归老，连办白事的钱都省了。你呀，嘴巴怎么变得那么毒？阿翔，我的药熬好了吗？好了好了。我找不到停车位，你可以快点吗？哦，马上来给你啊。姨婆的药已经做好了，帮我包起来。要不是因为你妈的关系啊，我才懒得管你的闲事。以你的年龄跟条件，要找个人嫁，比从20楼跳下来还难。有人要你啊，你就将就一点，挑3拣4的，等着做老姑婆喽。哼，讲那么多，给你拉肚子，看你有没有时间多管闲事。药包好了，24块。这么熟了，24块，20块就好了，免费都行。真的吗？只要你以后不要管我的闲事。那。这世界谁来决定？谁比谁好？谁更荣耀？说到底，自信最重要。来了，帮你了。谢谢。小心小心。怎么那么重啊？哎，别推我。走开啦！哎呀！新宇，昨晚来找过我。不用说，一定是找你诉苦，说我的坏话。他不是这种人，他只是觉得他现在过得很辛苦啊，巴不得马上还原，做回自己。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他为了那件裙子而担心人软啊，我想他今天肯定又被导演骂了。你是在怪我欺负他？我没这个意思。你分明就是这个意思，好像他所有的烦恼都是我造成的。你说他活得辛苦，我难道不辛苦吗？我也巴不得想做回我自己。我很明白你现在的感触，但是我真的很希望你们2姐妹啊，可以共同的去面对这个转变，好不好？要不是他自私自利，我们需要那么辛苦吗？新宇绝对不是那种自私自利的人，你当然帮他说话。不对吗？他不会演戏，可是宁可忍受别人的嘲笑、羞辱，还要硬着头皮努力的撑下去，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扮演好你的角色，维护你的事业。还有，他生日那天，就因为你喜欢吃辣，他宁可泻肚子啊，吃泡面，也不要扫你们的兴。这叫自私吗？他跟你做姐妹做了20几年，怎么关心你，怎么照顾你，你自己最清楚。你又为了他做了些什么？够了，我不想听。不要再为难他了。
裙子烂了，我也去买。我去哪里买啊？爸，你出院了？是啊，我刚替你爸办好出院手续。我还是觉得回家比较舒服。我还要得待多几天呢。那你伤口还痛不痛？好多了，不过胃口不是很好。你想吃些什么？叫兰姐煮了，我给你带来。不必啦，你身体不舒服就多点休息啦。你为什么不进来啊？不会打扰你们吧？不会，来，哥，他是世轩的朋友江新慧，也是我们公司产品的代言人。伯父你好。你好。你们慢慢聊，我先送你爸回去。有空改天大家一起吃饭。好，伯父再见。再见，拜拜。再见，拜拜。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你爸爸。我爸是因为心脏问题而留院，他今天刚出院。我受伤的那一晚，他陪了我一整个晚上。当我张开眼睛，我看见他憔悴地睡在轮椅上，他真的苍老了许多。原来我对他的伤害是那么大的，他不管发生什么事，还是那么的关心我。经过那一天，以前不愉快的记忆，慢慢的在我心中消失了。恭喜你啊，终于把那么多年的心结打开。唉，每天躺在这里真的是很无聊啊，真的很怀念外面的阳光。还是外面的空气比较新鲜。医院里的药水味啊，我闻到都怕了。干嘛这样看着我？我在想，今天的天气那么好，可是为什么你却乌云密布？我想解约，我不想再当艺人了。为什么？我觉得自己不太能适应。就是这个原因。你不觉得娱乐圈很复杂吗？我讨厌浪费时间应酬那些无聊的人。不止娱乐圈，其他领域也是一样。我宁可做平常人，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其实你已经改变很多了。记得刚认识你的时候，我感觉你非常的高傲，很不可一世。可是你现在却变得非常的亲切，完全没有架子。是吗？你最近是不是碰到什么不如意的事，让你突然退缩？的确是发生了一些事，我已经心力交瘁了。什么事让你那么痛苦呢？要是有一天他知道我不是新慧，还会这样关心我吗？我想让你知道，逃避并不能解决问题。就说我跟我爸好了，以前只要有人在我身边提起他，我的情绪就会受到影响。这10几年来，我一直在逃避，不想去面对，所以我们的心结才会拖了这么久。我的情况跟你不同，不管有什么困难，都会有解决的办法。你放心，你一定能安然度过的。我会在你身边支持你。你想干什么？我想起来走一走。小心点哦。弄到伤口了。对不起，对不起。弄到伤口了。
己所谓的心跳加速、心如鹿撞，我感觉我的心快跳出来了。你没事吧？你还是坐下来吧。我听电话。喂，真的？好，我马上过来。喂，你好，你好。我们是订了一件有向日葵的裙子。对不起，我接到同事电话，来不及把裙子收起来，就被那位先生的女儿拿去试穿了。真好看，来，照照镜子，怎么样？喜欢吗？对不起，这件裙子我们已经订了。小姐，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对不起，张先生，我来不及把裙子收起来，你们就已经拿去试穿了。小白，这件裙子不是很适合你，再另外条件好不好？很抱歉，我女儿跟一般孩子不一样，她这你喜欢这样的裙子，我已经代买给她，就要做得到，希望你们能够谅解。我们真的很需要这件裙子，要不然也不会叫店员帮我们定下来的。我知道，如果她得不到这条裙子，她真的会很失望。你的女儿只是失望，要是我朋友买不到这件裙子，她连工作也保不住的。安祥，算了，已经是最后件了，我们再想办法。我真不明白，那件裙子是哪里救命的，你就这样让给人家？你没听到爸爸说，他跟其他小孩不一样，这也许是他唯一开心的事。我不忍心剥夺他的快乐。那是你唯一的希望啊！曾主任在等着你拍戏，没有裙子怎么拍戏呢？怎么向导演交代？可能我跟这件裙无缘吧。不过我相信一定有其他办法的。对了，你怎么知道裙子在哪里买的？是幸会告诉我的。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各位观众，接下来出场的是梦之行。大家好，我们是梦之行。能不能成功？那不是子恒吗？真的是他！哎，他什么时候参加比赛的？有没有空袋子？我要帮他录啊。Hello， 请问欣慰在吗？他不在，什么事？我是梅，她的裙子找到了没有？不知道。监制又在问起了，要是再找不到，监制会把制作延期的费用全算在他头上。你帮我转告他。阿香，你看你儿子上电视，什么节目啊？来了。梦之行有没有信心进入半决赛？有，这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机会，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决战到底。他到底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有书不好好读，跑去参加什么比赛？哎，他只是玩而已嘛，干嘛那么在意？他都是给你宠坏的，才会变得那么任性。谁都不准开电视。哎，阿香。刚才妹打来家里找你，是吗？你不想知道她跟我说了什么？你想说，自然会说。她说，如果你还找不到裙子的话，监制就要你负责制作延期的费用。你还买不到裙子。安祥没有告诉你在哪里买，没货了。不可能，所有的分行都没有货的。你不需要在我面前演戏了，这一切不是如你所愿吗？我就是喜欢演戏啊，不行吗？看到你这个样子，我很开心，活该。我早说过了，你是斗不过我的，你现在相信了吧？
什么事啊？突然间叫我回来。你眼里还有我这个爸爸吗？爸，你在说什么？你到底要瞒我瞒到什么时候？现在有什么比你读书更重要？你竟然跑去参加什么乐队比赛，事先也不跟我商量一下。跟你商量，你会同意吗？你明知道我不同意，你还跑去参加，你分明要气我了。爸，人各有志，不一定要读大学才可以成才的。我不是说我不念书，可是有时候也要放松一下嘛。而且，玩音乐是我的兴趣，也是我的梦想啊。你们年轻人懂什么？什么兴趣梦想？能当饭吃吗？能住这么大的房子吗？我不管啊，最重要是我活得开心。我不管你开不开心啊！我要你马上跟我退出比赛。爸，我们已经辛苦好几个月了，好不容易挤进半决赛，你不要逼我好不好？我是不可能会退出的。你敢不听我的话，你就算你把我打死也好，我还是那句话，玩音乐是我的兴趣，我是不可能会放弃的。岂有此理！我不可能会一辈子顺从你的意思，我有权选择自己要过的生活，没有人可以阻止我的人生的。对不起。爸，睡不着啊？为了志恒的事，他太不像话了。其实我一早就知道他参加比赛，只是怕你生气，所以没告诉你。连你也把我蒙在鼓里啊！你既然知道，为什么不阻止他？我劝过他了，可是你也应该知道他的性格，你要他向右走，他偏要向左走，他不喜欢人家左右他的生活。他真的是太不长进了。爸，现在年轻人的思想已经不一样了，他们有自己所谓的理想与抱负，其实那也未必是件坏事。人最怕就是没有理想，不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他是太任性了，想做就做，完全不顾虑到后果啊。路是他自己选的，不管结果怎么样，还是要他自己负责。成长不都是要经历过无数次失败的磨练吗？爸，你就放手让他闯一闯吧。我就是怕他走太多冤枉路。你担心不了那么多的。如果你要坚持下去，只怕会让你们关系变得更僵。既然你能够接受我进入演艺圈，也应该可以接受志恒走这一条路。也难得他那么热衷于音乐，说不定有一天他真的会成功呢。现在很晚了，你先去睡觉吧。我睡不着。你怎么了？我的苦，你们又怎么会知道呢？这世界谁来决定？谁比谁好？谁更荣耀？说到底，自信最重要。只有自己才晶晶，新慧，监制，有件事要找你商量。找我有什么事吗？导演想补拍的那场戏，我知道，是我叫导演这么做的。可以不要吗？为什么？我担心找不到联系裙子。你到底怎么了？我看了你最近拍的片，发现你的演法很有问题，不但前后不一致，情绪表情也跟以前完全不连贯。还有你的肢体语言很不自然，对白也讲得不好，为什么会这样？拍摄前你没做准备吗？我有。那为什么导演会投诉你精神恍惚，每一场戏老是 NG？ 你这样是在浪费资源，你知道吗？我知道，对不起。我不希望因为你一个人而影响整个制作。要是你不再努力的话，我担保你在这个圈子里很快就消失。
好，你们来了，进来吧。小白，客人来了。小白，嗨，送给你的，我放在这里啊。小白，跟姐姐说谢谢。原来你叫小白啊？你在画向日葵，画的真好。张先生，怎么样？你们来之前，我已经跟他提过了。小白，听爸爸说，把这件裙子借给这位姐姐，好不好？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要！乖乖乖，你们都看到了。我看算了，算了。很需要那件衣服的，我来试试看啊。小白啊，你帮帮忙啊！姐姐很需要那件衣服的，你借给她1天了好不好？拍完戏啊，她马上还给你。不要，不要，走开！你们走开，走开啊！小白，不可以这样。我只拿我的东西，你们走开！小白，你别哭了。姐姐不拿你东西，不拿你裙子了，你别哭了。小白，乖，没有人抢那裙子啊，乖。很抱歉，小白就喜欢裙子上的向日葵，才会对这件裙子情有独钟，这让他想起他刚去世不久的妈妈。向日葵是他母亲最喜欢的花朵，看到向日葵，就好像看到妈妈一样。现在你来跟他要这条裙子，对他来说，就等于跟他抢妈妈一样，所以他才会这么激动。对不起，没想到会勾起你们的伤心事。他母亲过世已经1年多了，只是小白一直无法接受，我经常在家里摆些向日葵，让他感觉到母亲就在他身边一样。乖啊！你放心吧，我不会再来跟小白要裙子。打扰你们了。很抱歉，帮不上你们的忙。我们走吧。对不起，我们还没有开档。我是特地来找你的。喂，为什么你带我来这里啊？哇，你们这间公司规模还真不小啊。这里，总经理长。喂，原来你是总经理啊！哎，到底是谁要见我？还要劳动总经理亲自出马。进来。你是谁啊？找我什么事啊？抓。哎，你很面善。哎，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哦。这个不重要。那你找我来有什么事？15年前，你醉酒驾驶，撞伤了王佩婷，还导致她失忆。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根本都不认识王佩婷啊。刚才站在面摊那位女人就是王佩婷，后来你畏罪潜逃，还把她带去文莱。喂，我都不知道你在胡说什么。面蛋那个是我老婆黄一芬啊。你可以不承认，这不代表你就不用负上法律的责任。我们已经掌握到足够的证据，虽然事隔多年，随时还是可以起诉你的。你们跟阿芬到底是什么关系啊？我们是他的亲人，这些年来从没有放弃过寻找他。其实我当年带走他也是逼不得已的啊。他当时都什么都忘记了，他连他自己叫什么名字、住哪里他都不知道。我凭良心说，我这10几年我真的很照顾他的，只是因为这2年我生意失败，所以
没办法才让他出来做点小生意过活的。哎，你要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去问他的。你们该不是想把他带回去吧？我倒是无所谓的啊，只是你们这样贸贸然把他带走，哎，会吓坏阿芬的。他根本都已经忘记你们是谁了。我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未来的日子不能够再让他这么辛苦。面摊的工作他一个人做不来，我要你请人帮他。这个我也知道他辛苦，我也想请人帮忙他，可是我去哪里找这么多钱？这笔钱不是给你的，我要你用来请工人，一定要让他过得比现在更好。当然，当然。谢谢，请慢用。哎，王嫂，我的摊位就在前面。好。阿芬呢？哎，我来跟你介绍，这位是黄嫂，黄嫂。老板娘，哎，老板娘，以后呢，你只负责煮面就好，其他的工作都让黄嫂来做，啊，黄嫂，那些碗碟去收一下。好。我们的生意不是很好，干嘛要多请一个人呢？我自己来就行了。哎呀，没关系，你不用操心，我不想让你太辛苦吗？啊？哎，两位，吃面吗？给我一碗面。我也一样。阿芬，云吞面2碗。好，马上来。秦先生，你想喝些什么？给我一杯咖啡吧。那位先生看起来好像跟阿芬有什么特殊关系。你不需要知道，你已经收了钱，就听话做事好了，其他的也不用理。就是不知道才要问吗？这世界谁来决定？谁比谁好？谁更荣耀？新慧，新慧，新慧，安娜，新慧，对不起啊，我以为是新慧。你知道新慧在哪里吗？找她什么事？妹打了几十通电话给我，问我新慧找到裙子了没有。我打她手机又不通，打去家里又没人接。我看她应该不在家吧。全世界都在找她，她到底去了哪里？戏明天一定要补拍，不能再延期了。监制已经下了最后通牒，如果再拍不成，就会出问题了。晶晶，你到底在哪里？晶晶，你快出来啊！我真的快疯掉了。这一次你不出来帮我，我真的死定了。能做的我都做了，只剩下1天的时间，你叫我去哪里找裙子？戏拍不成，所有的账都会算到我头上来，我去哪里找钱赔给人家？公司也快要起诉我了，到时全家人都会被我拖累。你要找麻烦就找我好了，为什么还要连累我家人？晶晶，你出来，你快点出来，你在哪里？我是你惹出来的，你不可以丢下我不管。为什么要把我生活弄得一团糟？为什么要背给我那么多考验不可？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当什么明星，我讨厌演戏，我不喜欢演戏，我要做回我自己。晶晶，你出来！
死给你看，我死给你看！安翔，你的电话，衣服有着落了。怎样？你看看这件还可以吗？差很远呢。原本的花是立体的，这个是印上去的。哎，陈师傅。 哎，陈师傅，你不是说过你有把握做出一模一样的吗？你帮帮忙啊！我找了很久了，这是最接近的。反正他们是拍戏用的，拍蒙一点就可以咯，看不出的。可是差那么远，一定看得出的。即使你找原来的设计师帮你重做一件，也未必能做出一模一样的款式给你。好吧，多少钱？250。那么贵？我已经付了。 安翔，谢谢你啊。不过今天没带那么多钱出来，我一定会还给你的。没关系，应该是我向你道歉才对。干嘛跟我道歉？还以为有君子给他照着做，要做出一模一样的，并不困难。怎么知道还差那么远？哎，这件也是做衣服的，进去试试看。哎，来不及了啦，现在只好碰碰运气喽。走吧。 有，叫演员准备。好的，谢谢。关南，导演找你。好。安娜，新慧呢？新慧刚才在这里化妆，哎，我去找她。江心雨，反正迟早都要死，现在就去送死吧。新慧呢？新慧来了。有没有搞错？这哪里是连线的衣服？导演。 我已经尽力了，如果你不能接受，我也没有其他办法。这已经是第2次了，就因为你一件衣服影响了整个拍摄工作，你不觉得很离谱吗？到时候我们不能交货，无法如期播出，这个责任你承担得起吗？姐，君子找到了。 导演，衣服找到了，快去换。谢谢。新慧，哎姐，你怎么找到裙子的？怎么回事啊？ 新宇啊，有急诊，你跟我一块去，快点。谢谢你啊，新宇，怎么样？导演有没有为难你？你一定知道裙子怎么弄来的，快告诉我。裙子是小白让出来的。怎么可能？我也觉得不可思议，真的要佩服新慧，她真的很聪明。这些就行得通了吗？你知道什么叫做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吗？不明白。 那就是说，上战场之前，先摸清对方的底细，明白吗？你摸清楚了小白的底细了。总之，这些礼物都是小白的最爱。你收买了张先生了。看我表演吧。每一天，太阳婆婆都会准时的升上来，目的就是要看她的孩子。可是因为太阳婆婆离地面实在是太远了，她只能远远的看着他们。 因为太阳婆婆实在是太想念她的孩子，于是呢，她就画成一朵太阳花，种在她孩子家门口。这样子的话呢，不管是白天或者是夜晚，她都看得到她孩子了。我想妈妈，我要妈妈。你要妈妈？等一下，我们来玩游戏。要是你赢了，我就把它送给你。 你看，我还有很多其他礼物呢。哒
不过，要是我赢了，你也要送我礼物哦。来，我们来勾勾手指，不准反悔。黑白配，男生女生切。哎呀，黑白配，男生女生切。哇，小白好厉害，小白好厉害！噔，黑白配。这几天我已经发现到，新慧对我的态度已经有了转变，不像以前那样的排斥我。新慧的心地其实不坏的，只是过去一时间无法接受这突如其来的改变才会做出这么多不可理喻的事。我了解，他虽然给我制造了很多麻烦，可是我也从来没有怪过他。自从你变成新慧很久没有看到你笑了，一点也不自然。笑是要发自于内心的。你说我笑得很假。你不相信我拍出来给你看。别闹了。其实我也很久没有看到新慧开心的笑了。除非她马上还原要不然你要她像你那么开心的笑是不可能的事新慧从小就比我漂亮，比我聪明，受到很多人的瞩目。现在要她变成丑小鸭，那种日子一定很难熬。我一定要把晶晶找出来，逼她帮我们还愿。她找你就很容易，你要找她呢，比登上月球还要难呢。以前晶晶时不时都会出现，可是现在已经很久没有现身了。不管我怎么叫，她都不会出来。她不会这样就消失了吧？江师傅。我妈吃了你的药之后，病情都没有好转，今天早上还突然间恶化了呢。她告诉我说，她的头很晕，一直想吐。后来我就煎药给她喝，怎么知道喝了不久，她整个人就很喘，甚至还爬不起来呢。不可能，不可能的。药渣还在吗？在厨房，带我去看看。药渣就在这。复吃？怎么回事？是不是做错药了？应该不会的，我回去再查看药单。现在你赶快打电话叫救护车，把姨婆送进医院，快！知道了。A passing shooting star